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反式脂肪。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反式脂肪是不好的东西。虽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本着人云亦云的模式，都在反对反式脂肪。那么，常看我频道的小伙伴都知道我们频道的3个特点：第一，将事情全方位展现；第二，结合运动健身出发；第三，最终的选择权交归你个人。那么，在未来的4期视频中，我们就客观的聊聊反式脂肪，尤其是它对运动健身的影响。我们现在开始吧。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反式脂肪。反式脂肪是通过氢化过程将液态的植物油转化为固态或半固态的脂肪，这是将氢气添加到不饱和脂肪酸的碳碳双键上，改变其结构。不饱和脂肪酸较为健康，而反式脂肪对健康有危害。那为什么还要将不饱和脂肪酸转为反式脂肪呢？因为不饱和脂肪酸不稳定，加工出来的食物容易变质。反式脂肪让保质期变长了，同时改善了质地和口感，这严重满足了商家的需求，适合食品加工工业，例如制作烘焙食物和人造奶油等等。说白了，就是商家为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创造出来的产物。食用反式脂肪能够满足你的口舌之欲，但对健康和运动层面都有不利的影响。反式脂肪会改变肝脏对脂质的合成和分解方式。在脂质的系列视频中，我讲过，脂质包含甘油三酯、脂肪酸、胆固醇、磷脂等等。就拿胆固醇来举例，反式脂肪增加了低密度脂蛋白，降低了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的胆固醇变多了，而好的胆固醇变少了。这就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中风等疾病的风险。至于其他类型的脂质，不是危害你的健康，就是让你长胖。所以在普通人的观念中，对反式脂肪的宣传都是负面的。那么作为运动健身频道，我们主要关注它对运动健身的影响。毕竟发生在一般人身上的身体伤害，通过运动健身可以扭转。听到这里，了解我频道的小伙伴是不是会想，转折来了？别急，现在还不是时候。反式脂肪对大家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影响肌肉的恢复和生长，而且这种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的降维打击。我来一一举例。第一，反式脂肪增加慢性炎症。在炎症的相关视频中，我讲过，炎症是训练后必然发生的生理现象，可以被认为是促进身体修复的过程。但是，一旦炎症没有在既定的时间内被清除，发展为慢性炎症，就会延长甚至停止身体的修复过程。这样的话，经过训练的身体不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差。反式脂肪增加炎症的方式太多了，它导致细胞膜的组成发生变化，增加促炎因子，抑制生长因子，例如胰岛素生长因子的作用，这样就干扰了肌肉需要修复的信号，肌肉恢复和生长进入慢速甚至停滞状态。再例如，反式脂肪诱发的慢性炎症会激活分解代谢途径 UPS。这个 UPS 可不是快递公司， UPS 是泛素蛋白酶体，它专门负责标记要被降解的蛋白质。此外，反式脂肪还会增加自噬溶酶体途径，这个途径专门负责降解和回收肌细胞内的蛋白质和细胞器。如果你的肌肉蛋白被标记上了，再来个自噬溶酶体，甚至再加个肌肉萎缩因子的表达，你的肌肉就等着萎缩吧。肌肉分解萎缩还不算完，还记得我在胰岛素生长因子那期视频中讲过的雷帕霉素靶蛋白吗？这是调控肌肉蛋白合成的重要通路，负责肌肉的生长。反式脂肪干扰雷帕霉素靶蛋白的通路，使肌肉合成的效率直线下降。同时，还记得我在炎症的视频中讲过的肌肉卫星细胞吗？它是成熟肌细胞的前体，在肌细胞受损或受到刺激时被激活，然后开始增殖，并与现有的肌纤维融合，这就增加了肌肉的大小和功能。在反式脂肪触发的炎症中，卫星细胞的功能将被损坏，因此反式脂肪增加了炎症，既可以分解肌肉，又可以阻碍生长，一波操作，多重结果。第二，反式脂肪增加氧化反应，导致自由基过量产生，自由基又直接损伤肌细胞膜、蛋白质和 DNA， 延缓肌肉的修复过程。自由基也会影响肌肉细胞的正常代谢和信号传导，例如刚才说过的雷帕霉素靶蛋白、胰岛素生长因子、UPS、自噬溶酶体途径和肌肉萎缩因子，这些信号该通畅的被阻碍，该阻碍的被激活，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这些问题一起作用，延缓肌肉修复，减少肌肉质量，阻碍肌肉生长。
第三，反式脂肪减少氨基酸的吸收。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重视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是氨基酸的来源，而氨基酸是构成肌肉的基础物质。氨基酸不足，肌肉处于负担状态，肌肉将被分解，修复和生长也会因为缺乏原材料而停滞。反式脂肪会损害肠道的屏障功能，增加肠道的通透性，导致营养物质的吸收效率下降，这就减少了氨基酸和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而且它还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影响细胞膜的流动性和结构，降低氨基酸进入肌细胞的效率。刚才我们说了肌肉变少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谈一下脂肪变多的问题。反式脂肪会增加内脏器官和皮下两处脂肪。首先，它会改变肝脏对脂肪的代谢方式，使内脏更倾向于储存脂肪，这就意味着肚子变大，腰围变粗。其次，反式脂肪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干扰胰岛素信号传导，降低胰岛素敏感度。胰岛素抵抗使细胞无法有效地利用葡萄糖，这些葡萄糖去哪里了？变成了内脏器官和皮下脂肪。另外，反式脂肪影响激素平衡，例如降低瘦素、增加饥饿激素，这些都会导致食欲增加、脂肪堆积。研究表明，摄入高反式脂肪的小白鼠，内脏和皮下脂肪积累显著增加。人体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果。因此，反式脂肪干扰脂质代谢，促进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改变激素平衡。这些作用不仅影响了体型美观，还增加了体型管理的难度和健康的风险。反式脂肪被我们分析的体无完肤了。作为运动健身人群，一定要避免和减少摄入。那么，如何分辨并避免食用反式脂肪呢？我将在下期的视频中为大家介绍，敬请关注。好，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反式脂肪是商家为了延长食物的保质期，增加食物的口感，减少经营成本，将植物油经过氢化处理制成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对内脏器官造成健康风险。对于运动健身而言，反式脂肪通过增加炎症、氧化应激和妨碍氨基酸吸收的方式，妨碍肌肉的修复和生长，同时还通过干扰脂质代谢，促成胰岛素抵抗，增加炎症，改变激素平衡的方式，增加内脏器官和皮下的脂肪。因此，要避免食用反式脂肪，不让自己在健身中的努力变为泡影。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